Hello，Post76嘅大家好耐冇見，我係思穎。我係 Hugo。Hugo 今日有啲咩新嘢玩，叫埋我翻嚟咧？之前咧拍過段片咧，就係評測呢個 BenQ 嘅 GV31嘅一個便攜投影機。咁啊，今次BenQ 再出新機，講緊就眼前呢部嘅GV50啊，都係雷射投影機啦。咁佢個功能方面其實都有啲提升，所以揾埋你一齊玩啦。咁我見到佢個樣啦，外表同上一代就差唔多，都係水滴型、流線型嘅設計。不過咧，見到佢大步咗好多喎，到底功能上有啲咩唔同咧？咁呢部機其實主打一個亮度提升咗啊嘛，兼且就係喺嗰個投影角度方面更加多變啦，同埋佢內置咗呢個 Google TV 咧，連 Dongle 都唔使額外裝添，咁喺使用方面咧就更加方便啦。咁不如即刻同大家實試一下啦！喺開始之前，未訂閱我哋嘅就快啲訂閱我哋，撳埋隔離個鐘就可以睇到最新嘅影片啦。見到我眼前呢部咧就係 BenQ GV50雷射便攜投影機，佢同上一代嘅設計差唔多，都係水滴型、流線型嘅設計。不過咧喺細節做工方面就加強咗好多啦。大家可以見到上邊銀色頂蓋嘅位置。而且咧喺投影位置仲有藍色拉絲嘅金屬邊框，整體嘅科技感同埋專業程度都提升咗好多啊！不過喺功能上又有啲咩唔同咧 ？Hugo 不如同大家講下。咁喺機面咧，呢個就係佢鏡頭啦。咁呢兩個位咧就係佢個 light sensor 嘅部分啦。咁喺機頂方面咧有個開關掣啦、返回鍵啦、timer 嘅 setting 掣、音量大細聲啦，呢個操作上下左右嘅一個控制桿啦。咁下邊咧就係一個放大縮細嘅畫面嗰個推桿啦。咁接駁方面有一個3.5mm 嘅耳機輸出啦，一個 USB-A 啦，一個 HDMI ARC 啦，一個 USB Type-C 跟住最尾仲有供電呢個接駁位啦。今次就搭載咗18W 2.1聲道輸出嘅 Truffaut 喇叭，相信咧整體都會更加完善。咁一陣間都可以聽歌睇戲試下個音質啦。至於底座方面咧就值得一提啦。頭先見到我哋一直轉動咧都好方便，因為今次底座咧做到360度嘅轉動。而且投影機可以做到135度嘅天花投影。底座方面咧，今次嘅設計就有啲特別啦，因為咧佢加咗兩隻腳啊，可以做到呢個二段式底座傾角，即係話無論你擺喺屋企乜嘢位置，甚至乎攤喺張床度睇片打機都係非常之方便啊！佢嘅機底都仲有個渦掹螺絲頭，可以俾你上腳架或者係扭上天花板都好方便㗎。咁喺配件方面有電源線啦，一個火牛啦。一個遙控器，仲有一紮嘅說明書添。咁喺實試之前，我哋一齊睇下個重點規格先。BenQ GV50係一部 DLP 雷射光源便攜投影機，最高亮度咧去到500流明，可以提供最高10:1對比度，更加獲得 BenQ 獨家嘅 Cinematic Color 色彩管理技術認證。佢仲搭載咗18W 輸出2.1聲道 Truffaut 喇叭，官方建議投影距離最大係去到120寸畫面。支援 HDMI ARC 5.1聲道回輸，充滿電之後咧，佢嘅續航力有2個半鐘啊！呢部 GV50嘅官方定價係港幣6699蚊。咁喺實試之前一齊睇下今日嘅佈局先啦。咁而家 projector 就擺咗喺離幕啦，2.1米嘅距離，咁啊投出一個咧80寸嘅畫面嘅。咁其實拍攝燈啦，我哋都 keep 開住，咁啊睇下個畫面咧，你都見到都算幾清晰，同埋顏色都算幾唔錯先。好，跟住就同大家睇下個操作界面啊。首先留意到遙控上邊咧已經有好多唔同嘅快捷鍵，包括有一啲主流嘅應用程式、對焦功能、放大縮小，仲有一個 Google 嘅語音輸入功能。跟住同大家睇睇個操作界面，今次咧係用咗 Google TV 嘅系統，唔需要再安裝任何嘅 Dongle 咧，已經有齊我哋嘅主流應用程式，好似有 Netflix 啊、Disney Plus 等等，仲可以搭載到 Apple TV。入邊咧仲會有 Google Store 嘅系統，如果有需要咧，可以自己再安裝所需要用到嘅應用程式。而整體個觸感啊、流暢度都係非常之方便同埋舒服嘅。而家即刻揀套片同大家實試一下啦。Hi. Bonjour Emily. Thank you so much for this lovely box. J'adore le tennis. Ready? 咁啊，頭先我哋都先後睇咗幾個 platform 嘅片啊嘛，當中啊包括呢個 Disney Plus 啦、
Netflix 咧，跟住仲有就係 Apple TV 嘅 Store 上面嘅啲片嚟。阿思明，我記得你係對呢個玩轉老朋友第2集咧，其實嗰個畫面表現好似都幾有驚喜，好似話。因為咧頭先整體喺卡通畫面上邊咧，佢有好多唔同嘅顏色去呈現啦。我自己覺得嗰個顏色呈現嘅飽和度做得唔錯嘅，特別係主角阿樂啦，佢側邊會有一個光影去圍住佢嘅，成個效果都呈現到嗰種畫質出嚟，所以喺飽和度方面，我係覺得幾滿意嘅。跟住咧，我哋再睇咗一套就係死侍啦。喺片頭嘅時候咧，主角就會有啲跳舞啊、打鬥嘅畫面，成個流暢度都做得唔錯，同埋打鬥好快嘅時候咧，都唔會有殘影啊或者拖尾嘅情況發生。同埋因為今次呢部機咧嗰個亮度整體提升咗啊，所以頭先我哋睇咗一段時間咧，都唔會話有一種覺得啊隻眼睇到好攰嘅感覺，所以自己覺得喺畫質方面咧體驗都唔錯嘅。咁你見得到係嗰個出到嚟嗰個畫面嘅實淨度啊，或者係嗰個顏色嗰個闊度咧，明顯都係我覺得會較啦GV31會再進一步咯。咁我覺得其實比較深刻啲啊，正如你所講就係喺譬如玩轉老朋友啦，其實嗰個顏色嗰個變化，譬如話阿樂嗰種嘅藍色啊，或者佢個面口嗰種嘅光芒咁散出嚟咧，咁你見得到，因為始終個亮度提升咗，所以變咗就係佢出到嚟個立體感啊，或者係嗰個自然度、嗰個寬容度都高咗。咁其次都想講下喺Netflix 上邊啦，Emily in Paris 啦。咁其實個試點咧，最主要都係想試下其實嗰個顏色嗰個控制啊，唔同衫嗰個質地嘅運用啦。咁我發現其實依部機咧喺一個 default 嘅底下，即係無論講緊你係譬如話係劇院 mode 啊，或者係講緊私人 mode 咧，其實佢嗰個畫面嘅鋭利度嚟講咧，我覺得都係偏 sharp，因為可能佢係預你啦，即係喺 under 一個500流明嘅一個狀態底下咧，打出一個大畫面咧，嗰個鋭利度理論上可能要加翻啲，可能濃少少先可以做得翻嗰種實淨度咯。先我哋喺 Apple TV Store 上邊買咗套Deadpool 第3集啦。咁其實 default 底下咧見得到嗰個顏色嘅濃度咧，明顯係會係有少少係瘀得滯，即係其實濃得滯。咁我建議咧就係可以譬如話較係一啲電影模式啦，即係講緊佢嘅劇院 mode 嘅話啦，覺得如果你係將個色彩濃度較翻低少少嘅話咧，嗰個顏色嗰個 texture 會比較自然啲，同埋都要讚一讚就係個 motion 啦。正如有思穎你講啦，其實今次佢喺嗰個 motion 個控制咧，even 講緊其實嘅原梳先講24飄咧，但係其實依類型嘅迷你投影機咧，好多時都會將佢配到60啦。咁但係見到咧嗰個畫面喺個配嗰個格數嗰陣時咧，其實都唔會有任何嗰啲譬如係殘影啊，或者係有啲古怪嗰啲拖尾現象。咁我整體嚟講嗰個流暢度個處理都幾唔錯。咁覺得如果以依部機仔可以出到咁嘅畫質，去到咁嘅尺寸，兼且個亮度都幾得體嚟講咧，其實成個 package 算幾唔錯。咁聲音方面我都想講多少少，因為佢主打一個2.1聲道嘅一個 Trifolo 嘅一個揚聲系統，應付人聲對白方面其實絕對足夠。譬如話頭先阿 Deadpool 佢臨跳舞之前啦，其實佢都會monologue 啦，都會講咗一大堆嘅對白啦。嗰個對白嘅清晰度嚟講都算幾唔錯。咁加上其實佢都有幾個 mode 啦，可以俾你選擇。可能個音量咧，如果可以真係個寬容度再高啲啦，可以即係再個輸出個 power 可能再勁啲啦。咁覺得成件事就會再完善啲。咁但係如果整體嚟講咧，呢個價錢啦，呢個 size 嘅便攜投影機嚟講，覺得聲位嚟講其實都完善。除咗畫質方面之外咧，我知道咧今次呢部機加咗好多新嘅元素啦，例如有側頭啦等等唔同嘅新功能，可唔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點樣做到呢啲 setting 咧？可以啊。咁呢部 GV50咧，其實喺 default 底下咧，佢已經咧開咗呢個自動梯形校正啦，同埋一個自動嘅 focus 嘅對焦嘅。咁同埋呢部投影機咧嘅自動障礙物迴避功能方面咧，其實喺呢部GV50方面咧，其實都有一個提升嘅。咁譬如話好似而家啦，阿思穎咧就有一個收音嘅裝置啦，就遮咗部分嘅畫面啦。咁咧你揾翻遙控器上邊呢個自動對焦嗰個功能，跟住撳落去。跟住佢會自動啦做一個 calibration 啦，跟住就會將個畫面做一個縮放嘅，咁啊可以避開障礙物啦。咁啊，如果大家發現可能投影機咧有嘢阻住咗個畫面嘅話，咁都可以試一試個功能啦。Hugo，我知道咧，佢仲有一個自動梯形校正啊。咁頭先我哋試玩嘅時候咧，唔小心撞親張台啊，都會即刻彈出去自動梯形校正嗰個畫面啦。咁如果平時我喺屋企瞓喺張床度想睇下電影嘅話，係咪轉身撞一撞佢，又會自己彈出去咧？咁會唔會好影響我整體睇戲嗰個觀感？咁你撳翻超能鍵啦，跟住揾翻呢個叫做投影機設定，跟住咧其實入到去咧有一個叫做對焦啦，咁你拉到落最底咧。高級呢個位置咧，你會見到晒其實所有同 focus 有關嘅功能都可以喺度做翻做 on off 嘅。呢個畫面校正嗰個功能嗰度咧，入到去，跟住亦都係拉到去最底嘅部分高級嗰度咧，所有同聽人校正有關嘅 setting 啦，包括埋啦連嗰個智能
呢個被障礙嗰個功能都可以喺度做翻 on off 嘅，咁大家因應實際嘅情況去做調校。咁頭先試咗睇戲，同埋都教咗大家基本 setting，咁跟住落嚟，不如試埋打機同埋聽下佢喺播歌方面音質表現如何啦。咁啊，頭先我播HDMI，咁啊試埋依部GB50啦，去播呢個PS5 打機嘅效果，咁兼且仲要用埋佢嗰個藍牙功能啊，咁啊播呢個Tidal啦，咁啊聽埋個GB50嗰種音質係表現如何嘅？呢代機咧，因為嗰個光線充足咗，即係個亮度提升咗啦，咁變咗就話其實喺打機咧嗰啲細緻嘅呈現都係有提升。咁佢呢次都勁啊！佢喺嗰個畫質嗰個模式方面咧，佢無論係 SDR 啦，或者 HDR 嘅模式，但係佢都有呢個 Game Mode 嘅一個選擇。我揀咗 Game Mode 之後咧，佢其實嗰啲叫做唔關事咧，或者唔等勢嘅功能都 off 晒，咁變咗就係其實嗰種手眼啊，即係同個畫面個 synchronize 嗰種嘅協調性咧，你明顯其實爽快咗，咁打機其實都幾唔錯啦。聲音方面，因為佢係2.1嘅聲效輸出啦，咁兼且有18W咁嘅功率啦，咁有時啲 effect 聲啲怪獸喺側邊行過嘅話，見到嗰種嘅質感啊，或者係嗰種 effect 其實都加到。咁我覺得以呢個 size 嘅 projector 嚟講，我覺得算係一個幾唔錯嘅一個 package。人聲同埋樂器嘅分離都 OK 嘅，不過咧值得一提咧就係佢如果播歌嘅時候咧，佢就會熄晒所有 display 啦。如果能夠咧開翻 display 俾我校到唔同嘅模式，效果就更加之好啦。而我自己着重除咗啱啱講到覺得畫質個呈現好好啦，因為進步咗，亮度方面就算睇咗成日戲啦，我哋打機咧都唔會覺得有種好眼攰嘅感覺之外咧，我自己比較中意就係佢呢個可以做到旋轉啦，以及呢個180度投射喺天花板啊。因為見到佢細細部，即是話就算我喺屋企唔同嘅角落，就算我擺埋喺床角位置啊，都好方便我瞓喺度睇戲又得，坐喺度睇戲都得。呢部投影機仲支援側頭添啊，夠晒方便。同埋咧嚟緊就係露營季啦，我自己好中意同啲 friend 啦一齊出去 camping，可以帶埋佢出去咧一齊睇下戲就最舒服啦。同埋咧提醒大家喺出去之前記得幫佢充爆電啦，充爆電之後咧續航力連續睇片播放時間咧可以去到2個半鐘頭嘅。整體效果我自己都幾滿意呢一部 GB50㗎。咁另外發現佢喺播 HDMI 嗰陣時咧，都有啲幾特別嘅現象出現咗。因為呢部機其實佢 default 係講緊係出 Full HD 嘅 HDR 嘅畫面，咁但係咧佢其實係兼容到呢個4K 嘅 source 嘅 HDR 訊號。因為頭先我播個 PS5 啦，即係經呢個HDMI 去播嗰陣時咧，你發現其實佢畫面嘅右上角啦，其實佢出現咗話340×2160嘅 HDR 嘅訊號，仲要行緊呢個60Hz。咁變咗就話其實佢咧可以食到一個叫做比較像素高嘅一個 picture 個 source 落去，咁跟住之後佢會單 convert 做呢個Full HD 嘅一個 signal display，咁變咗其實喺嗰個數據上啦，喺嗰個頻寬上方面咧，其實佢個處理能力都高，咁呢部分嚟講都可以 credit 翻佢嘅。咁其實入到去呢個 game mode 裏邊咧，其實有2個模式可以揀，包括呢個標準同埋一個增強模式啦。咁啊，如果你係打機嘅話咧，我建議其實真係要開翻個增強模式，因為佢 off 晒所有同即係嗰個處理啦，或者係一啲特殊功能有關嘅功能，咁變咗就話咧出到嚟嗰個畫面嘅反應更加好。咁呢部分大家都可以留意翻嘅。咁頭先講到打機咧，我哋就係駁咗 PS5 啦，係咪都仲可以駁其他唔同嘅遊戲機去做到呢個效果咧？USB Type C 啦，咁其實除咗咧可以幫呢個第三方裝置，譬如手機充電之外咧，咁其實譬如話你駁一啲portable 遊戲機，講緊譬如話任天堂嘅 Switch 啦，咁其實你駁咗落去之後咧，佢除咗可以為呢個即係遊戲機提供呢個供電之外咧，咁佢同一時間咧都可以將遊戲機個聲畫信號咧傳輸俾個 projector，咁變咗就係可以喺一個叫做有一個穩定供電嘅情況下可以打機。咁其實成個配套嚟講，我覺得使用方面都幾好嘅。所以咧，整體嚟講，今次呢部 GB50咧喺好多細節位咧都加強咗，令到成個用家嘅觀感咧都更加好。如果你想用盡自己間房個天花板，做到私人影院嘅效果，或者好似我咁中意出去 camping 帶埋出去同啲 friend 睇戲嘅話，就可以考慮一下呢部 GB50啦。如果大家想睇我哋做更加多嘅產品實測嘅話，就記得訂閱我哋，撳埋隔離嘅鐘就可以睇到最新嘅影片啦。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